大概穿不到1年就坏掉，穿1、2次摆在那边你就不想穿了。收到的衣服色差跟版型跟网拍上也差太多了吧？你根本不是同一件啊！嗨，我是袁，好久不见。网拍的这个怨念，我可说是经验非常的多。最近我有耳闻到大家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了嘛，网拍的时间也变多了。我们今天就来掀开这个网拍的 PS 滤镜吧，来降低你们买错的困扰。怎么样快速判断这件衣服容不容易成为雷品？那就是有价钱。可以用这么笼统的方式去判断一件衣服吗？一件衣服的产生，除了布料啊、打版、打样基本的花费之外啊，还有设计费、人事费、宣传费跟售后服务。如果是一个健全体制的牌子啊，想必这些环节一定会考量进去的嘛。这么麻烦，不如直接拿现有的样品去做大量生产啊。所以讲到重点了，才会有很多店家会拿他想要做的那件衣服 sample 的照片摆在他们网拍上，但实际上他是拿那一件再去做打版。所以不是由同一家工厂，也不是由同一个设计师所出品的，导致说你拿到的东西可能跟网拍照片会不符。所以呢，今天价格越低，那以上的环节一定会牺牲掉某些部分吧。但由于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验啊，你们可能在价钱上自己可以微调一下。假设你想买的衣服刚好落在那个区间以下的话，怎么办？由于卖家放实穿照的几率很低，所以倒不如我先来教你们找出所有有卖这件衣服的店家来吧。因为我很常逛虾皮，就随性点开一家来看看。我们按右键找到检查这个项目，然后你就会看到右边有一串很像网址的字串，点下去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张照片的网址显示在上面这条 bar， 然后搜寻 Google 以图搜图，把网址贴上去， Google 就会帮你自动找出有没有其他地方也在卖这一件呢。哦，对了，为什么不要用图片直接侦测去找类似的图呢？因为我使用过很多次，那这个成功率比直接输入网址还要低呀。那我们知道这张不是卖家实穿照之后，当然不知道你真正收到的那件衣服跟你现在看到网拍上的照片的衣服是不是同一件呢？不过好在现在很先进，都有买家评论的机制哦。我个人是非常在意衣服有没有真正穿上身啦，所以先前呢，我在矮个子也可以穿 Zara、Nike 啊，有说如何去挑选嘛，一定要选有 model 实穿的衣服单品，你才可以知道说衣服上身的感觉是什么样。我们回过头来买家评论的话，我会先从1星开始，然后一路看到5星。对雷品的定义是衣服的材质不好，可能洗了5次就变了样，变薄啊、脱线、变形等等，或是买到衣服的版型根本不适合我，太宽太紧，无法修饰我身材的缺陷都是。其他色差过大，或是这件衣服的颜色不适合我，评估一下他们所说的这些瑕疵是不是我可以接受的。那如果不行的话，就跳出去，因为刚刚我们以图搜图有找到很多间一样的单品的卖家嘛，所以我就换下一家，然后找到评价高，而且价钱也是我可以接受，然后去购买。所以为什么买网拍会这么容易踩到雷呢？不能试穿，就好像你在看 model 穿，它穿起来很好看，可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这怎么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那就连 H 身形也有分高个、矮个的嘛，我们3维数字也都不一样。所以针对版型的这个部分来说啊，很难找到刚刚好适合你的。那你可能会想说，我买大一点的好，还是小一点的好呢？说实话，大一点的好。至少你还可以拿给修衣服的阿姨去改。如果布料所预留的缝份不够多的话，那就不能由小改到大了。所以还是买大一点的，然后再去改会比较恰当哦。那如果还不知道自己的身形尺寸，请看之前那一集不能只看 SFL 的影片，去观察一下 model 的身形。像是这件洋装在胸部的地方比较合身，那如果你想要修饰丰满的胸部，这件就是你的雷品，千万不要买，因为 model 很瘦。另外啊，如果你们是要买下半身，最常遇到 model 比例被大幅的调整过哦。先来看看我们一般人的比例啊，上身占2颗头的长度，腿的部分呢占4颗头左右的长度，这样的比例是会比较合理一些。所以腿大概是上半身的2倍长。但是由这张照片看起来已经超过3倍长了，你就自动忽略这件裤子的腿长效果吧。加上啊，很多店家都会用仰角拍摄来让腿看起来更长。我们其实可以去参考 model 周围的物品有没有变形哦，像是这张椅子就很明显的被拉长。不要只看 model 拍起来的感觉，直接参考网拍给的裤长与裤裆长度，再拿出你的身形尺寸来对照，才是最准的。
如果还不知道自己的身形尺寸，请看之前那一集不能只看 SML 的影片。如何判断色差过大？食品根本跟照片长得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判断呢，务必是要在商家有提供实穿照才有办法去做判断的哦。第一种，商品照的滤镜太强，通常会出现在色差的衣服多半是有彩度的衣服。黑灰白啊，比较少出现色差，顶多可能米白被拍成灰白，或是灰白被拍成米白这样子。再来是环境光的色温也会影响到色差，最好是挑户外或是有白墙的背景来做色差的判断。以这张举例，第一张是在户外拍 ，model 的肤色还算正常，并没有被调成太白。为什么会说在充满光线的户外拍摄会很自然呢？那是因为这个时候色温是落在4000到5000K， 在自然光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这个色温范围所拍摄的衣服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色差啦。所以这张衣服颜色的可信度还算高。另外，如果不是在户外拍，是在室内拍的话，要怎么样看出色差呢？观察在衣服旁边有没有大面积的白墙，或是像这件裤子是偏黄的，就可以看得出啊，这个是在偏黄的环境下做拍摄的。所以我们将推测在自然光的环境下，这件衣服是不会这么暖，也不会这么黄的。看到亮度很高的照片，我们就自动降2阶的暗度。衣服的颜色呢，绝对会比照片来的深一些哦。如何才能避免买到让你气色不好的衣服？这时就要看你的肌肤的颜色是偏向暖色调还是冷色调的。那如果你是暖色调的肌肤啊，避免买冷色的上衣单品，就是局限于上衣，因为气色嘛。相反的，如果你是冷色调的肌肤，就避免买暖色的上衣单品啦。那有没有更明确的颜色可以参考呢？冷色不外乎啊，就是以蓝色为基底哦，像是紫色也偏冷，所以蓝色跟紫色为底的上衣就不太适合暖色调的人穿啦。暖色的话，不外乎就是黄色为基底嘛。其实橘色也算是偏暖的，所以黄色与橘色这2个为底的上衣就不适合冷色调肌肤的人穿啦。在先前测试你肤色适合什么颜色的衣服当中，每一种肤色其实都有它适合色调。那你还不知道你是暖色调哪个季节色的人吗？那赶紧去看看这支影片喽。买的又不是只有几百块而已，怎么下水洗几次就脱线了，扣子就掉了呢？拿到网购的衣服，第一件事情会先看它的洗标，尤其啊一件上千块的衣服，基本上绝对有洗标，注明需要干洗或是不能烘干或是什么什么的注明的事项都在那个洗标上面。但是现在有很多牌子啊，为了保护自己，一律通通写说要干洗。可是我没有那么闲啊，就是每一件都把它拿去干洗啊，所以我会直接看衣服的质料，基本上避开纯棉烘干会缩水之外，羊毛也不太能用洗衣机洗，它也会缩水哦。除非洗衣机是可以调慢速，而且温度要在常温或是冷水之下才能做使用。其他比较珍贵的质料，譬如说蚕丝啊、蕾丝啊，这些也是跟羊毛的材质一样哦。选择 delicate 模式低速常温，特别强调啊，像蚕丝啊、蕾丝这类的材质，一定要放到洗衣袋里面，避免说被其他衣服勾到，就会很容易破，就会很心痛。只要选对了洗衣的方法，其实衣服都还蛮耐穿的。我就不想要分嘛，就是想要全部丢下去洗衣机洗啊，也有办法，就是你可能要舍弃天然原料衣服，选用人工科技的纤维，譬如说就是人造纤维，除非你的肤质真的敏感到一定要穿纯棉啊、蚕丝，不然其实人造纤维的耐穿度通常会比较高。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啊，衣服透过不同的织法与布料间的缝合的方式，都会影响到它的耐穿度。我们今天就不在影片说了，太长啦，就继续说下去咯。好，我们来回忆一下刚刚说的，因为刚刚讲了超多的。我本来这一集是只想做5分钟，可是看来有点难度。我们来回忆一下刚刚所说的。如果你现在预算是在雷品区间，也没有关系，先确认一下卖家提供的照片是不是实穿照。那不是的话怎么办呢？尽量找有客人评价的系统，也就是买家评价系统，找一间你认为评价高而且可信赖的店家做选购。撇除价位之外的考量啊，要怎么样降低买到雷品
品的风险呢？不过以下的判断啊，皆是要以实穿照为前提哦。如何判断这件衣服颜色跟版型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观察商品所在的环境色温来确认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暖，或是真的这么冷色，以及商品的周围有没有变形，来看这件衣服有没有被修饰过，以及 model 穿上身之后是否符合身形的比例，上身是2颗头嘛，然后下半身是4颗头这样的比例。如何才能避免买到让你气色不好的衣服？先确认你是暖色调还是冷色调肤色。如果是暖色调人啊，务必避开冷色，例如像蓝色啊、紫色这些颜色。若为冷色调的人呢，请避开暖色调的颜色，例如说黄色啊、橘色这些颜色。当然啊，如果你可以现场试穿，那就最好了，说不定能找到最适合你的颜色啦。嘿，以上就是我的买网拍的一些不踩雷小秘籍，希望有帮到最近在家里打开手机就想买网拍感到很困扰的你们。有关穿衣的问题哦，都请在留言栏做留言，我很期待与你们互动，然后也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有穿衣新思维。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